好，感谢刘教授。我们再回到这个之前提到的，经贸板块，就是在这次达成了这个200架波音飞机的采购协议，包括这个100亿美元的农产品采购，但是这些协议的这个交付时间非常长。可能尤其之前的一些这个预测就提到，这个波音飞机这个200架以上的这个飞机采购，可能到2030年才能完成最终的交付。也就是说，特朗普在那个时候已经卸任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否中国在这次元首峰会上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为中国进行了为中国外部环境、外部贸易环境的稳定，提供了一个战略缓冲期。然后特朗普这边更多的是向国内选民进行一个交代，但是没有获得特别实质性的东西。您认为这次的这个峰会是不是对于中国来说更加有利？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利益，还是说这个美国也获得了我们我很多我们现在目前看不到的一些实质性的利益？我觉得，如果说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利益的话，那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在贸易问题上，因为特朗普说他们没有谈这个贸易的关税的事儿，实际上后来中国商务部是说，其实这关税的事儿是谈了，但是后来没有公布。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关税，对吧？中美现在对对方，因为美国加的关税和中国的这个反制的关税，所有的关税都还在那儿。那中国的这个对稀土的这个出口管制，那现在对稀土的出口管制，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已经 institutionalized，就是它已经有了这个法律法规了，而且有这个，嗯，就说中国以前老是说这个美国长臂管辖，中国现在也是反制，也长臂管辖的，就是说任何其他国家，如果你的产品里边有我的这个稀土，哪怕是0.1%。这个你要出口或者怎么样，都要经过我的这个同意。在这个方面，中国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所以在这方面，就是说贸易上面双方到底是怎么博弈的？是说已经开谈了，最后能不能在9月份把这个事儿确定下来？那我觉得希望是能够确定下来，对吧？双方都把关税减了，这是个双赢的事儿。尤其我觉得美国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呃，对特朗普来说吧，他有更大的积极性，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主要的问题是油价的这种飙升，对吧？然后因为油价产生的 grocery 的这个价格的这个飙升，然后这个 affordability 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议题，那现在变成更大的议题了。如果关税这方面，中国因为美国取消中国的关税，中国取消美国的关税，物价能够下来的话，那当然这个是这个到了选举的时候，这个应该是起很大的作用。至于波音的飞机的事儿，那我觉得那个都没关系了。这个最后中国买还是不买，就取决于整个的这个大的中美关系的这个走向。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你签了这个协议，将来你还能不能 back out，要求不要求你这个有预付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商业协议的事。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完全的说中方获益更大，还是美方获益更大，那我觉得中方可能获益更大。所谓的获益更大，就是说你至少把这个关系目前是稳定了，而且呢，这个特朗普到中国去，对吧？中国显示了我跟你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个一种姿态，而且你特朗普没有这个批评中国，在美国历来总统都会要批评中国的人权啊，包括克林顿和江泽民当年的这个 wrong side of history 啊，好像这个之前的美国总统，特别是民主党总统，如果你到了中国，如果你不提人权的民主的事儿，那你这就不配做总统。那特朗普不但没有这样说，而且他说了，他说你就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的伟大的领导，对吧？很多人不希望我说这个话，但是我还是要说，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事实，对吧？这一方面，我觉得中国都应该是得分的。当然，中国的得分实际上是为美国的民主党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攻击特朗普的这种弹药了。那我觉得这个民主党现在呃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分，但是他最后这个选举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不知道，对吧？今天公布了这个
2024年总统选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分析报告，它叫 autopsy。然后呢，这个结论之一呢，就是说，这个白宫实际上这个要为这个贺锦丽2024年败选承担这个很大的责任，而且这个报告实际上早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这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一直不愿意公布这个报告，后来是在各界的压力下公布了报告。但公布了报告之后，他民主党的这些人马上又出来说，这个报告不反对我们，不代表我们党内的这个共识。所以我觉得民主党这边按理说就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就最后大家去投票了。但是民主党现在整个来讲，我觉得他在这个中期选举，当然中期选举现在已经在进行之中，特别是在2018年的这个大选，谁是候选人啊？最后选举的时候，是走一个 moderate 中间的道路啊，还是说往右边？还是往左边？现在看的好像是往左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你这样是往左走，AOC 这样的人成了最后你的这个党内的这个候选人的话，你能不能赢得大选？我觉得这个都现在都很难说了。这次我们看到中美贸易谈判中还有一个公布出来的成果，就是说新成立一个所谓的贸易委员会。这个很多专家解读说，这意味着就是双边贸易可能后续会向所谓管理贸易这种机制性的这种模式上去转变。那我们观察到说，其实中美在2020年第一阶段贸易谈判之后，也建立了这种所谓的双边评估和争端解决机制这种机制性的贸易管理，但后续并没有能够成功阻止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升级。所以从美方的角度来看，您怎么看待这次成立的这个贸易委员会？它能够发挥所谓的这种护栏作用吗？就后续你觉得它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吗？还是说它只是说目前一个暂时性的这么一个机制性的这么一个过渡？如果有前车之鉴的话呢，那我们觉得有可能贸易委员会或者投资委员会成立，可能一事无成，因为前车之鉴就是所谓的和平这个委员会，对吧？Board of Peace，这个特朗普当时到海湾国家这个正式的这个宣布，成立了这个 Board of Peace，而且现在这个 Board of Peace 的这个办公的地点就在美国这个和平研究所，和平研究所已经被取消了，但是你这个 Board of Peace 最后大家觉得就是你要想在这儿有一席之地，你必须要交多少钱，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美国练钱的这个一个机制了。那当然，Board of Trade 和 Board of Investment 这是中美两国的事儿。这两个机构，特别是 Board of Trade 能不能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之后能不能发挥作用？那我觉得这是要看自己双方的这个努力了。那你现在看这个美方这次去谈判的，就是说这看来，这个 Board of Trade 这个商务部实际上介入的很少，因为商务部长本身都没有参加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访华的这个代表团，那应该是 Biden 的，而且几次的这种谈判，有的时候是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都去，那更多的情况下是财政部长在这儿谈，那中方这边嘛就是何立峰啊，他们在谈，而且他们这个应该说谈了这么多次，也认识很多了，大家也都知道所有的问题是什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希望，就是说通过 Board of Trade 今后不再打这种任意的加关税啊，这个当然你反正你美方要加关税，中国现在就有反制，而且中国现在知道，我现在手里的这个稀土这张王牌，这个美国是10年之内。它是没办法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大家就说中国对日本用了稀土，对吧？2010年前后，日本到现在也供应链也就是60%左右，那还有将近40%还是中国能够控制的。那美国现在虽然这个做了很多事儿，特别是在这个盟国这方面吧，就是说传统的盟国关系美国没怎么保持，但是你说供应链的这种盟国关系。国务院为主是做了很多功课，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牌中国手里还握着，还是双方应该都希望能够在贸易问题上，有一定的和解，特别是在这个最高法院这个宣布你的这种关税是属于违宪的这种情况下，今后你要给中国加关税，你得师出有名嘛。他现在你得要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给中国去加关税，也不一定能找到这样的借口，所以双方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机制去做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更好。更大的问题是，特朗普是希望中国的企业能到美国来投资，能够让美国的这个制造业东山再起。
那现在美国呢，实际上从这个美国的整个的这个 deep state，到各个州的这个州政府对中国的这种投资，实际上都是戒备心非常高的。那特朗普能不能在今后2年之内，对吧，能够把这个，就是说他要让美国国会的人，特别是让美国行政部门的人和各州的州长、州议会打消或者降低对中国的投资的这种戒备心的话，那就是说你得让美国人清楚说中国进来的这些，比如说我们是扶摇这种进来了，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光伏企业进来了吧，这些对美国未来的这个制造业的回归都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不构成任何威胁。你这个方面的工作如果能做好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双赢的事。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个产能过剩，你这个产能如果能够转移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去的话，那对解决中国现在自己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个经济增长这个大幅度减缓，甚至有可能呈负增长这种可能性都是巨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双方应该都有这个积极性，那就关键要看这个两边的这个领导人能不能让身边的人去具体的去落实，他们在釜山会上。然后在北京的会上，包括9月份，在华盛顿的会上，他们谈出的这些事儿能够最后落地的话，那我觉得今后2年多的时间，我觉得他们能够有很多很多作为，而且这个作为可以大到这个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无论这个白宫是谁来做下一任美国总统的话，这个中美关系这种稳定的框架都不太能够被轻易的撼动。好，我们在这个再谈一谈这个伊朗战争和俄乌冲突问题。那么这次特朗普总统呢，也向这个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希望利用中国对于这个伊朗的经济和能源的杠杆施加压力，然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中国这边呢？似乎不倾向于在美国未能给出对等的、对应的这个等价利益的情况下，白白消耗自身的筹码，而且也不希望在这个战事目前不明了的情况之下急于下场。那么，您如何评估美中在伊朗问题上各自的考量，以及这个最后中美伊是否还有可能回到谈判桌上，重新推出一个新的版本的这个联合全面行动计划2.0的版本，也就是 JCPOA 的2.0版本，您怎么看？我觉得可能这个特朗普要跟中国把关系搞得这个就是所谓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的话，实际上阻力是很大的，是顶头风。你要看特朗普到中国前一系列这个不光是国会的通过的这种法案，就是行政部门包括这个对所谓的中国的这种小的这个炼油厂的这种制裁，这个都是在特朗普到中国之前发生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的这个 deep state，他们当时可能是想完全就让，就是说中国对这个反应会如此强烈，最后让特朗普这个打消到中国去访问的这种可能性。那我觉得就是说肯定他们是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儿，但是特朗普最后还是义无反顾的到中国去了。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要给特朗普一定的这个 credit，就是说他是希望双边的关系能够稳定。他是认为自己跟习近平的关系的确是不错，他认为这种深厚的，不能说是友情吧，就相互利用的这种关系是可以，给中美关系和整个这个世界的和平和这个发展带来很大的这种影响。那我觉得呢，俄乌战争呢，就是说美方当时拜登的时候，希望中国这个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你要看当时的情况下的话，中国对俄罗斯，我自己认为是同样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俄罗斯的这个能源，当然不光是中国买了，不像伊朗一样完全是靠中国，俄罗斯的油印度也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油实际上通过印度，通过其他国家转手，这个欧洲也在买，所以它这个 secondary sanction 会很重。但是中国对俄罗斯的话，就是说你现在这个
是最大的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国家嘛。就那个时候，中国不愿意做任何事儿，因为你美国老是说中国可以去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你在关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没有给中国任何的甜头，中国犯不着这个去得罪俄国，因为我在美国这边我得不到什么具体的利益。那现在跟伊朗和跟俄国，如果美国在关税问题上，这个在芯片的问题上，在出口管制的问题上，在所有美国过去通过的各种各样的 entity list 这些问题上，美国都能够给中国实际的甜头的话，那中国应该是有这个，因为中国在这个中东不仅要跟伊朗搞好关系，同时你还要跟海湾国家搞好关系啊。这个沙特、这个卡塔尔、这个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也是很多，所以在这方面中国松动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之前在这个亚丁湾的这个巡航，对吧？中国加入了国际的这个 international patrol，最后让这个因为索马里海盗造成亚丁湾的整个的这个航线受阻，那最后中国参与了，而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我觉得中国参与将来一个国际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巡航，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中国可以跟，因为实际上欧洲、英国包括德国，现在都在说，这个将来战事结束以后，那我们是要为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的畅通，我们会起，中国完全是可以加入这个事儿，而且在这个核武器的谈判问题上，中国因为 JCPOA。说实在的，当时中国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而且这个谈判的时间这么漫长，而且现在实际上，伊朗不愿意跟美国达成这个交易，最后的这个最大的问题，可能也还是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提炼出来的这个浓缩铀，你愿意不愿意交出来？因为伊朗说这是我这个国家主权的一个象征嘛，我这个东西交出来，我等于把主权交出来了。那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是有这个发挥作为的这个空间了。那至于这个怎么谈，而且这次好像，在核武器问题上，中方也不像过去，就是说一说到核武器的谈判，说这个是你跟俄罗斯的事儿，因为我们中国的核武器的数量很小，我们不愿意去谈。好像这次中国也是比较这个开放的这种心怀吧，说我们可以参与未来这个核军控的这种谈判。我觉得，中国应该是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这个就看双方最后，因为最后都是一个 transaction 的事儿，所以你不要说这个特朗普是这个交易型的总统，那实际上最后国家关系说到底了，最后就还是交易，只不过这个交易是对国家的这个长远的利益是有利还是没利？对中国来讲，这也是一个 transaction 的事儿。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应该更多的在 transaction 上发挥作用。中国现在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在 moral 上面，就是说我有这个全球发展的倡议啊，我有全球安全的倡议啊，我有全球文明的倡议啊，我有全球这个发展这种倡议那种倡议。实际上，中国在具体事儿上，这个做的事儿并不是特别多。这个，所以如果能够在伊朗的问题上最后发挥这个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话，这对中国整个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应该也是这个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嗯，那刘教授，那俄乌战争问题好像这一次在披露出来的信息中没有被太多的提及啊。但是考虑到这个普京毕竟是紧接着特朗普总统就来华了，这个中方这边也有解读说，这个安排应该是有意为之的。那么您认为特朗普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小范围的这个会晤中向中方提到过，对于这种俄罗斯方面的这种要求？如果提的话，您认为可能会提什么？因为中方这边有解读说，俄罗斯可能会很快就想期待说停火，然后中方有可能和俄罗斯方面想把这个功劳给到特朗普总统啊，就是满足特朗普总统之前提到说他上任之后会解决这个俄乌战争这个问题。那您认为说这次特朗普来的话，有没有可能在这方面对中国领导人提出过这种私底下这种请求或者要求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他们不谈俄乌问题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肯定是谈了，
只不过说谈是个怎么个谈法，因为你说谈这个伊朗的事儿肯定也谈了，对吧？但是不管是卢比奥还是特朗普都说，那我们不希望我们根本不需要中国提供任何帮助。那我觉得可能是中方在这个上面是呃有一定的门槛，说如果让我们有实质性的介入，这个一二三四这样的事儿，必须要大家要先去做，还是怎么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他说哦，我们不需你说他不需要，美国需要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提供的帮助，因为及早的解决这场战争对特朗普太重要了。那说不需要中国的帮助，只是说双方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是没有达成说，就是说美国期待中国去做的事儿，那中国在这方面还没有完全的这种承诺，就是说就是双方条件应该说还是没有完全的最后都互相能够达成共识。那俄乌问题上，我觉得俄罗斯现在已经是到强弩之末了，就是各种报道都在说，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这个俄罗斯的这种伤亡这个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这个特别是这个你所占的这个，现在不但不能占领更多的乌克兰的领土，乌克兰反而现在开始慢慢的收复一些被俄罗斯拿走，所以我觉得这个普京可能是也希望能够在找到一个台阶儿吧，看能不能下，就尽快把这个战争给结束了。那乌克兰现在底气这个更足了，对吧？那中国如果在中间能够穿针引线，帮助特朗普，就是说最后让特朗普说俄乌战争的结束跟他有关系，这个其实都挺好的。中国也可以，把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把这个 credit 给特朗普没关系的，因为对所有国家来说。无论是对美国、对俄罗斯、对中国、对乌克兰，他们这个停战了，这都是好事儿。这个美国和伊朗停战了，也都是好事儿。那现在就是这个停战的这个条件，谈不妥。那中国在这方面两场战争上面，如果都能够发挥作用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特朗普应该是会。这个我们不说感恩戴德吧，就是说我帮助你了，你也帮助我，那对两个国家来说，互相帮助到最后的这个双赢，这应该是最理想的，一个环境，一个框架，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应该是，能敲边鼓就敲边鼓，鼓励，两边的领导人都能够积极的这个寻找能够协调和合作的空间，而不是天天要说这是一场零和的这种博弈。好，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有传闻说，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告诉特朗普总统，私下里透露给他，就是普京曾经告诉自己这个普京比较后悔全面入侵乌克兰，但是后来特朗普总统呢也是否认了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如果情况属实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其实已经准备好了对于这场战争进行调停、居中调停？或者说就是在美方给予一定的这个互换条件之后，中国是愿意对俄罗斯施压。您认为您怎么看？我觉得好像习去传这个话，这种可能性好像不是特别大。这个嗯，就是普京是不吃后悔药的那种人，他就是说最后打不下去了，他也不会说他最原始的这个初衷，这个不忘初心啊。这个因为这个说实在的，就是普京的初心，这个牢记使命，牢记使命就是要恢复这个俄罗斯帝国的这个版图，这个把乌克兰兼并了，是恢复整个帝国版图的这个第一步。那他这个自不量力，实际上他打到今天，打这么长时间还能坚持下去，而且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说他的这个总统地位不保了，或者是俄罗斯的杜马会去弹劾他什么之类，这种情况都没有。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你
你这个人力不够了嘛，对吧？你的整个的这个供应链不行了。中国在这方面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中国也是很清楚，我不会让别人抓住我实际上给他提供的任何 lethal 的这种 support，对吧？中国能够斡旋的空间的确是很大。这个我觉得这个就要看最后中国怎么，就是说以前说这个。特朗普手里边有牌，那现在中国手里的牌其实是挺多的。那中国所有的牌怎么出？我觉得最后这个要求就是，一个是美方在台海问题上，如果能够改变既定方针，在这方面就是说我不干预，是你们两家的事儿，你们两家自己去谈。我觉得能做到这一步，这对中国来说就是那就最后就自己中华民族的自己的智慧了。你自己的这个远见，你自己的这个勇气，你自己的这个耐心吧，最后我想总是能够谈出来一个结果，就是说让现在的这种所谓的status quo 能够继续下去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是这个是刚的话，就是纲举目张，那美国在这方面有松动的话，其他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可以迎刃而解。当然，在关税问题上，在科技的问题上，这个中国也是希望，因为中国的经济现在大家都知道，对吧？这个低迷嘛，那有更稳定的这个国际环境，对吧？这个而且在特朗普现在四面为敌的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在积极的这个改善跟欧洲的关系，积极的改善跟这个韩国的关系，当然跟日本的关系现在还是属于这个降温的状态。我也希望中国能够看得远一点，把这个跟日本的问题也能够解决。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个日本对特朗普到中国不在这个东京停一下，这个当然他们是很不高兴的。那我觉得这个高市早苗，包括台湾的这些领导人，应该看到这个两国领导人在北京的这种密切吧，这个我们不能说亲密无间，至少也都差不多吧。这个在人民大会堂，在天坛，在中南海，这个那你看他们俩的这种互动的话，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如果都觉得，美国以前的承诺是靠得住的，那今后2年半的时间，他们感觉可能这个东西都靠不住，是不是？好，刘教授，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人文与学术交流这一板块。就是这次中美元首峰会呢，特朗普总统在留学生签证、中国留学生赴美签证和航班恢复以及5年商务旅游签方面，释出了非常积极的讯号。但是之前呢，我参加了一次线下的这个中美学者的这个交流活动。那么双方的学者其实都提出，最重要的还是两国这个在学者层面的这个高级别的这个互动、学术交流才是最关键的。那么目前为止呢，其实中国的这个学者赴美做交流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学者到中国做这个交流也好，做田野调查也好，也是会遇到特别多的阻碍。请问刘教授，您认为目前美中学术交流面临的最大的这个核心障碍究竟是什么？是两边的这个内部的政策呢，还是对外的这个双边的这个政策？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学术交流指什么？你指的是高校之间的交流呢，还是对，指的是高校。智库之间的交流呢？因为对中国来讲，这个文科的交流都不算是交流。说实在的，就是说中国历来都是这个看不起像我们这样到美国来，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社会学、学人类学、学其他这些关系的人。然后你看中国的这个千人计划。大概就是说，社会科学的千人计划应该屈指可数吧，大概2个还是3个，千影一可能是其中之一吧。所以如果说学术交流的话，是指这个社会科学的这种交流。当然，美国对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说，比如说对达威这样的学者，对王基思这样的学者，美国是对朱峰这样的学者。美国，我觉得美国人认为说这些学者跟中国的情治部门或者是军方走得太近了，他们自认为他们有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对吧？那美国的另外一个限制呢，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的学生是来自哪些学校，对吧？如果
来自这种军民两用陷得太深的这种学校，包括北航啊、这个西工大啊、哈军工啊这些学校，他不愿意让这些学校的学生到美国来，对吧？但是特朗普说，我是希望中国更多的这个留学生到美国来，当然这个就是社会科学，你学这些地方。所以如果交流是在这方面，我觉得呃，特朗普实际上在这方面应该是做得不错的，就是说，而且这次呢，就是说对美国这个中美教育交流阻力最大的 Stephen Miller 是跟着特朗普一块儿这个到中国去访问了。我觉得对 Stephen Miller 这样的人，他到中国来看看，然后看一下中国的这种情况，因为看和不看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次他去，看到中国的这种情况，对吧？特朗普在飞机上说，这个欢迎中国的更多的留学生到美国来，因为更多的留学生到美国来念书，对美国是个好事儿。这个实际上。如果是因为我们国家对美国最大的这个逆差，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学费上的这种逆差。中国学生到这儿来交多少钱呀？但是美国呢，现在比较限制的就是说 STEM，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美国大学里边，不是像我们这种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这些人，那些做这个其他的这种 STEM science，特别是 AI 的这些中国的这个或者是入籍的这些华人。他们受到的这个限制或者是监视，或者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说他们现在在美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环境，我觉得大的环境应该是不过，这也是为什么好多这个高端的这些学者，中国在美国的学者都已经回去了。那中方有没有责任？中方当然有责任了。这个你像这种学者智库的，像我们到中国去访问。这个签证就是一次 one entry 就1个月，到这次变成2个 entry 3个月。那我们多次说卡特中心，我们还不算纯粹的算是智库，因为中国实际上老是在说这个人文交流需要扩大，需要加深，但是对美国非政府组织的这种签证的限制是很严的。这个所以不能够。就是说，中方不能说所有的事儿都是美方的事儿，这个中方自己也有很多作业，需要做好。而且现在你要看的话，所以中方到美国的留学生大幅减少了，美国到中方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没有了，已经。这个美国的这个中美教育基金发布的这个报告，就是说，如果美国没有更多的学习中国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特别是研究生到中国去的话，将来美国企业、美国的政府、美国的情治部门就没有了解中国的这样的 talent 了。美国需要现在，当然这个报告完全是从美国的这个角度来讲的。那实际上就是说，中方在这方面也应该有更多的这个作为。这个包括如果你能够取消这个中国对美国社交媒体的这种屏蔽的话，对美国很多学生来讲，因为他到了你不用这个 proxy，你就上不了这个 Twitter，上不了 X，上不了这个 Facebook，上不了其他的这些社交媒体的话，对美国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限制。所以我觉得空间应该是很大，双方能做的事儿也很多。那美方这边呢，那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我说这 Deep State。他的这个 ICE 的这些人，就是海关的这些人，这个有时候还取决于是哪一个海关，哪一个具体的人，因为最近好像说限制比较多的是西雅图的这个机场，而且是挡住了20多个这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那我们现在不知道说他挡住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对吧？是哪方面的学者，对不对？中国在这方面当然是鼓励了。那从23年，对吧？习说欢迎5万。这个美国的青年人到中国去嘛，中国还在不断的做这些事儿，但是你需要有个自知之明，就是说为什么你这么努力，美国到中国去的这些学生和学者还这么少，对吧？所以我觉得空间也很大，但是双方都应该做这个更大的。现在尤其是美国的这个公立学校，跟中国的这个公立学校，就是中国基本上所有的学校都是公立学校了，就是说。基本上没有这种2+2的这个3+1的，或者是联合办学。当然，联合办学这个杜克大学的还在，对吧？昆山，然后纽约、上海这还在，
那像我们佐治亚的这个理工学院在深圳的这个，就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就撤了，对吧？然后孔子学院基本上现在已经全部都没有了，这个富布莱特到中国去也还没有恢复，所以美国这边也有很多事儿可以做。当然，这个 Doge 来了以后呢，把美国这方面的经费削减的是很厉害了，这个所以美国能拿出来的这种经费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我觉得随着大环境的这种变化，美国政府更少的去监督美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和中国的这种关系的话，那这种学术交流可能又会变得这个在未来几年吧，可能会更加的这个蒸蒸日上。嗯，好，非常感谢刘教授今天参与我们的访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种第一手的美国方面的这种见解和这个分析评论啊，也是有助于我们国内的朋友们啊去突破这种所谓的信息壁垒啊，去了解一下对于本次这个两国元首的会晤，美方啊是怎么看待的，是怎么评价的。那么非常感谢刘教授今天的这个接受我们的访谈，谢谢，非常感谢，感谢二位，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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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教授。嗯好，再见嗯，啊，好，再见。再见，再见。拜。